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此刻是日本时间9月4号的中午12点，我是今天早上6点钟才刚刚入眠的，面容还带着一些倦色。那么为什么昨夜对我来说是个难眠之夜呢？因为我昨天分几次彻底的研究了中国的北京93大阅兵。我相信看完北京93大阅兵之后，思绪万千、难以入眠的人绝对不仅仅只有我一个。至少在大洋彼岸的某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个金发苍苍的老人，吃着办公室门口点的棒约翰的外卖披萨，望着电视里的直播。他一定好想拿起麦克风大唱一曲，可惜不是我。于是乎带着万千遗憾，他又拿起了自己的那台手机，写了一篇这样的短文，给北京，也给心灵深处的自己。这个急需要回答的大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提及美国曾给予中国巨大的支持和鲜血，帮助中国从一个极不友好的外国入侵者手中夺取自由。许多美国人在中国追求胜利与荣耀的过程中奉献了生命，我希望他们能够因其英勇与牺牲而得到致敬与铭记。愿习近平总书记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度过一个盛大而长久的庆典日子。请向普京和金正恩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因为你们正在合谋对抗美利坚和中国。川建国同志他纵有千不好万不好，但他有一个高贵的品质，我们必须予以承认，就他特别的真实。在这样一个盛大而敏感的日子里面，所有西方政要集体沉默，集体消失，但是他却勇敢地站出来做了一个酸民。
这位大咖的酸民写着简短的一段酸话，出卖了几个心理层次。他望着这3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独裁者，又是羡慕又是遗憾。遗憾来自于何处呢？就是你们3位偶像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老虎队，固然风光，但是还不够完美。如果我能参与其中，与你们并排，那才是一个完美的 F4 合体。可惜我不能去，虽然我不能去，但是我得刷存在感。于是乎，他告诉习总书记，你们80年反法西斯的胜利有我们美国的一份子，我们美国曾经在这条道路上为你们奉献过鲜血与帮助，请你记得美国人民与你们永在。第2个心理层次，虽然你们邀请我出席，但是我毕竟是美国总统，碍于美国内部的一些声浪和压力，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人生中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出风头，永远要霸占着各种头版头条，而这样的大型活动，我居然没有站在C1位，我太难过了。第3个心理层次非常的可爱，卡哇伊呢？我贵为美国总统，真的没有办法和你们这几个独裁者凑在一起穷兵黩武，但是我又想告诉全世界，这3个最风光无限的男人，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多么有趣的一位老人呢！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铭记他，因为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能够层层的提升，中国能有这样的军演震惊世界，这位老人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中国人永远的好朋友不只有白求恩，还有川普。意淫了白宫内部的辗转反侧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正规报道。美联社指出，这场阅兵展现了中国战略核3位一体、海陆空全面的投送能力，到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潜舰等最新的武器系统，传递出明确的战略威慑信号。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中国首次展示海陆空的核能力，尤其是突出激光微波反无人机系统以及自主无人武器的发展，凸显其未来战场的准备与意图。路透社分析，这次阅兵有着强烈的震慑意味，既针对美国，也影响着区域国家，还具备了平衡对外展示与国内凝聚的双重策略。华盛顿邮报强调，中国在高科技无人系统、潜航器、东风系列等方面的大幅度亮相，并指出这是挑战美国作为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信号。澳洲人报则给出了比较批判的语调，将这次阅兵比作希特勒时代的纳粹政治礼仪，警示其背后的威慑与政治意图。还有非常多国际极具影响力的媒体都报道了中国的93大阅兵，但是由于时长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一赘述了，我只是帮大家总结，所有媒体来报道中国的北京93大阅兵都突出了2个议题。第一，这次中国93阅兵军演所拿出来的现代化高科技武器，让全世界所有的军事专家们啧舌。大家不得不感叹，中国在军事科技这个领域上已经走入了国际第一梯队，甚至是顶尖级的水平。第二，随着中国的军事实力越发的强大，中国要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隐患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值得所有的媒体来关注。那么我个人看93大阅兵这个军演的真实内心感受是什么呢？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用投屏仔细的又看了第2遍全程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喝了半斤白酒。我先不煽情，我先不去用过度的文学手法来描述我的心境，我先告诉大家我最震撼的几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反无人机系统的那个方阵。低空战场，密支火网，反无人机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等成体系建设，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
那个巨大的军车上面载着一个超级的大平板，它可以发射高功率的微波，它是干什么用的？众所周知，中国在无人机这个领域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不仅是那神秘莫测的军用系列，即便是在民用系列，大疆在全世界的电器城和网络平台上的销量可以说是一骑绝尘，没有敌手。那么，当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在反无人机这个领域上也可以做到矛盾之争，我的内心是为我的祖国能有这样的科技发展而感到骄傲的。但同时也不免多了一丝莫名其妙的担忧。第二个情绪点，也就是全程我差一点飙泪的一个瞬间，是我看见了东风61洲际弹道导弹的登场。国之重器，压舱基石，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很多平时不关注这方面新闻的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东风61会有这样的反应。你去问一下所有的军事博主，你去问一下全世界所有的军迷，他们是否和我有着同样的情绪波动。2019年的中国11阅兵，东风41的亮相惊艳了全世界，让世界为之一振。而正当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翘首企盼，希望在9月3号，也就是昨天，能够看到东风51的登场时，居然出现了东风61。短短5年多的时间，东风41居然没有资格参加阅兵了。东风51它不是不存在，而是它没有亮相，上的直接是东风61。你们知道东风61是什么概念吗？我不是军迷，我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一个小白，但是请大家看一看去年在中国成功试射的东风31AG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刚刚您看到的
就是去年在中国海南东风31 AJ 的试射的地点是精准打到了太平洋。在军迷的圈里面，经常流行一句话：东风31 AJ 可以到达什么水平？就是中小型国家一颗灭国。那么根据东风31 AJ 以及东风4E 公布出来的真实数据，以及东风31 AJ 去年的试射表现，我们来推导目前完完全全不对外公布任何数据的东风61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第三个让全世界今夜无眠的大杀器，也就是压轴登场的东风5C 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CCTV 对这款大杀器只有一句解释：核导弹第2方队接受检阅，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世界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我在往期节目里面叫做中共何时倒台，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中国是世界上目前排名第2的核武大国，引来了很多专业的人士对我的批评，谢谢大家的指教。但是我今天依旧维持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目前真实的世界核武排名应该是第2名，因为我不认为整个的排名顺序应该是由数量来决定的，它的差距不是中国有600枚，美国有1000枚的差距，而是东风快递只要1颗就足矣了。望着网上那些已经把逢中必反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自媒体人们，拿着显微镜去找这款弹道导弹到底还有什么瑕疵，于是乎真找出了一个，说没有实战经验。我想反问这些同仁们、老师们、前辈们，东风快递系列，你希望它有实战经验吗？东风系列里面的任何一款杀器，如果具备了实战经验，你我还能够继续坐在这里面谈天说地吗？这样一场前无古人若后有来者 maybe 也还是中共自己的盛大阅兵，可以说在军事层面是一场滩涛盛宴，但在所有追求所谓普世价值观的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有一点复杂的情绪呢？因为这场军演向世界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从今天开始，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无法干预，不能干预，也无力干预。你们知道吗？对于我而言，要接受这个现实是非常痛苦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沉淀和思想思辨的。我自认为我和网上那些绝大多数通俗意义上的反贼和所谓的知黑人群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我不是那种润出中国躲在海外里面躲清闲，然后就开始每天盼着中国不好，诅咒中国人的那种自媒体人。我希望中国好，我离开中国是我个人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是对是错让时间检验，我无怨无悔。但是对于14亿不能离开中国的同胞，我是有雅量祝福的。当我得知你们失业，当我得知你们裁员，当我得知你们的经济下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我一直坚信一个亘古不变的逻辑：如果中国人过得不好，全世界的华人过得都不会好。你所谓的反共也好，你所谓的当一个反贼也好，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为了诅咒吗？你的诉求是看到所有的同胞都深陷水火之中你就嗨吗？确实有一撮人是这样子的，但我不是。我像一个苍蝇蚊子一样坐在里面喋喋不休地说这些，说了这么多年，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同胞能够在意识上警醒，认清楚这个社会。我也和很多海外的异议人士曾经一样的幼稚。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的福利问题，都可以通过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干预得以改变。但是走到了2025年，我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这不可能了。中国有问题吗？中国的问题不要太多，但是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了，没有人可以帮你，因为没有人有这个实力了。无论你是一个反贼，
还是一个粉红，或者是中间绝大多数的沉默群体，你不要忘了，在西方人的眼中，你们都是 Chinese people， 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因为你反共就给你任何的优惠待遇。当他清理大量的非法移民的时候，轰出国门，他不会因为你反不反共而对你特赦。他要的是 money， 他要的是500万现金的美金。所以那些还指着意识形态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就是判断错了，没猜对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继续的狡辩，而是应该学会啪啪打脸。人如果有啪啪打脸的能力，代表你还能够进步，因为人世间最难的事情不是唱反调，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是接受现实。而现实它就摆在这儿，你有解决方案吗？你到网上去发帖子，你到 Twitter 去谩骂，说你们再强大也没有用，你们不过就是一些邪恶的轴心国，就算是吧。昨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的一排人，都是邪恶轴心国的首脑们，那你有办法让他们不解吗？这就是我看完这个军演之后心里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尘埃落定，有了最终的答案。那个悬念没有了，你的侥幸消失了。不管有多少人看完我这段话之后会骂我，我还是想善良地告诉所有中国同胞，我们得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